各位網友大家好，今日講係一個中國嘅神童張新陽同一啲教育問題。喺1995年嘅7月8號，張新陽誕生喺遼寧省盤錦市盤山縣嘅一個普通家庭，佢嘅父母都係知識分子。媽媽吳女士係一名地理老師，爸爸張先生呢係街道嘅基層工作人員。張新陽一出世就係一個天才。2歲嘅時候，佢爸爸攞起本書，當佢讀到某個字嘅時候，張新陽就突然讀咗出嚟。爸爸覺得好震驚，為咗證實係咪有咁啱得咁巧呢，佢又將頭先嗰個字單獨指咗出嚟，問下個仔。張新陽再一次將呢個字讀咗出嚟，張先生又指下其他幾個簡單嘅漢字，諗唔到張新陽居然全部都認識。於是張新陽嘅父母就開始放開手去教育佢。諗唔到張新陽嘅學習能力超強，2歲半已經能夠熟練咁認識1000幾個漢字。4歲開始睇書，都仲未讀書，知識就已經比同齡人高幾十個檔位。佢用1個月嘅時間完全掌握晒小學1年級嘅所有課程，用2年時間讀完小學6年嘅全部嘅課程。7歲就讀初中，仲要自學完成咗大部分嘅高中知識。9歲入讀盤錦市高中，啱啱入學就完成咗一張高3嘅試卷，成績仲要係學霸嘅級別。跟住直接跳過高1、高2去讀高3。2005年6月，10歲嘅張新陽參加咗高考，並考咗505分，馬上就收到天津工程師範學院嘅錄取通知書。然而喺呢個時候開始，張新陽就同佢父母出現咗分歧。張新陽對自己高考嘅成績並唔滿意，佢有信心能夠考到更好嘅成績，入讀更高級嘅大學。佢請求再復讀1年，然後再去參加高考，選擇更高級嘅大學。可惜張新陽父母拒絕咗。然後天賦技能點滿級嘅張新陽只係用咗3年時間就完成咗4年嘅大學課程。佢嘅恩師劉教授當然知道張新陽並非池中物，佢好悉心去栽培佢，並且用咗自己嘅人脈關係，打算安排張新陽去德國讀研究生。而呢個時候嘅張新陽仲差幾個月先至夠14歲。正所謂不怕神一樣嘅對手，就怕豬一樣嘅隊友。佢嘅偉大嘅父親再一次 say no， 拒絕咗俾個仔去德國留學，將個仔安排咗去北京工業大學讀研究生。第2次飛上枝頭變鳳凰嘅機會就咁樣俾佢爸爸 double Q 摧毀咗啦。到咗2010年嘅6月，呢位16歲嘅天才，佢可能意識到房地產嘅騰飛，佢再一次向父母提出請求，今次係喺北京買一層樓。正常一個16歲嘅僆仔，如果佢要禮物嘅話，通常都係叫你買部電腦啊，或者買部車啊咁，點會識得去要層樓呢？所以好明顯，張新陽叫佢老豆買層樓係經過深思熟慮嘅。佢當時已經具備呢個價值投資嘅知識，當時佢計埋佢自己嘅獎學金，再加上父母嘅積蓄，係夠買一個價值200萬嘅單位嘅。但係又嚟啦，正所謂笨賊次次新，鑊鑊新鮮鑊鑊金。佢呢個醒目嘅老豆又諗到條新橋去拒絕張新陽。今次佢老豆並唔係直接拒絕，而係選擇鳩佢，租層樓返嚟，阿張新陽話係買嘅。第3次扼殺張新陽一飛沖天嘅機會 ，Triple Q。8年後，呢個物業升到1000幾萬。無奈後嚟到咗2019年，張新陽讀完博士學位，佢父母希望個仔能夠揾一份穩定嘅工作，於是張新陽就聽話咁
喺寧夏師範學院做一名外聘教師。故事就講完啦。時至今日，28歲嘅張新陽，佢只係選擇做一個普通人，躺平擺爛啊，hea 住做，揾幾多就使幾多，冇錢就問老豆老母攞，又唔結婚又唔拍拖。2023年嘅新聞媒體嚟訪問呢個神童張新陽嘅時候，發現佢完全變晒。佢只不過係一個普通人，得幾千蚊存款，又冇做嘢，又冇拍拖，亦都好少出去交際。佢唔再係親戚朋友眼中嘅嗰個神童，亦唔再係父母眼中嘅驕傲。當佢伸手問父母攞錢嘅時候，得到嘅係恨鐵不成鋼嘅嘆息。被問到對於自己嘅生活現狀有咩睇法嘅時候，張新陽十分坦然咁回答：除咗冇寫出合格嘅論文之外，我對我自己嘅現狀非常滿意。我亦都唔係乜嘢神童，唔需要用咁嘅眼光去睇我。不過談及佢父母嘅時候，記者發現佢有一啲怨氣。喺佢嘅眼中，佢覺得佢父母欠咗佢千幾萬，講嘅就係嗰層樓啊。張新陽坦然咁接受咗自己普通人嘅身份，唔再有理想，唔再有追求。佢用躺平擺爛嘅態度去表達對命運不滿嘅強烈控訴。人哋就話既生瑜就何生亮，出咗個咁叻嘅周瑜，偏偏又出個諸葛亮去壓制佢。既然賦予我一個咁聰明嘅頭腦，點解又3次咁截斷我嘅翅膀，唔俾我飛上天呢？所以話家庭教育係幾咁重要呢？張新陽嘅父母一味將自己嘅意願強加喺個子女身上，要佢完全去按照你嘅要求去做人，冇聆聽，冇尊重，冇誠信。張新陽嘅父母相信個仔係全世界最聰明嘅，但係偏偏佢就唔相信個仔係成間屋企裏邊最聰明嗰個。畢生嘅智慧就用嚟阻止個仔成為人上人。我覺得張新陽話佢父母欠佢千幾萬嘅房產，佢呢句話係啱嘅，因為當時佢父母係應承咗買呢層樓。你唔想買，你可以同我講，你唔好講大話，你唔好欺騙我。喺張新陽嘅眼中，以佢嘅智慧，讀完博士，攞住千幾萬嘅啟動資金，你覺得佢嘅高度，即使去唔到馬雲咁高級，亦都有可能做到馬化騰級嘅級數。佢有怨氣係好正常嘅，呢個係契約精神嘅問題。所謂君子一言就快馬一鞭，你叫我以後點去面對你啊，老豆？你以後講嘅嘢，我仲應唔應該去相信呢？聖經就多次強調契約精神。摩西過紅海嘅時候就同上帝訂立咗盟約，10條戒律不可違反。各位網友睇完呢個案例，以此為鑑，你哋對子女嘅教育一定就唔好犯呢個錯誤，否則個小朋友幾天才都好，都會埋沒嘅。所以對小朋友呢，一定要收起我哋嘅控制欲，要聆聽，要尊重，千祈唔好去欺騙。教仔就要以德服人嘅態度。我哋唔好成日企喺自己嘅角度去諗個小朋友應該點做，要投入到佢嘅角度裏邊，投入去佢嘅世界去思考，先至可以知道佢會想點。當佢細個嘅時候，喺你嘅高壓之下冇辦法反抗，唔代表佢個心去服你。到佢大咗，嗰啲無聲對抗就嚟㗎喇。OK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